我失去了银行的工作，我再也没有收入，储蓄也快要用完了。罗斯琳，你必须把我借给你的钱还给我。对不起。那我的永久居民申请的怎么样了？你说你可以帮我拿到？这些事情需要时间。哦，这句话你已经说了3个月了。John， 我为什么要骗你？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没有你，我就不能负担化疗费用了。你还好吗？你的确是我生命中的救命恩人，John。你一定要把钱还给我，尤斯琳，求求你。John， 我有好消息，移民与关卡局批准了你的永久居民申请，我刚发了给你。这真是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尤斯琳。为了朋友做什么都行。听着，如果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就尽管开口。下次的白血病治疗在明天，总共费用需要15000块钱。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借钱，但是你是我唯一依靠的人。没问题，今天晚上我就把钱转给你啊！谢谢你 ，John， 有你这朋友是我的福气。嗨，对不起，你能告诉我键盘在哪里？谢谢。找谁？你好，我要找 Victoria 陈。很抱歉，你找错地址了。等等，找错地址什么意思？是12号乌杰林荫道吗？是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人叫 Victoria 陈。你确定吗？这是 Victoria， 你认识她吗？我在这一带附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你刚搬进来吗？我已经在这里住了10年了。很抱歉，这个人，我想他一直在骗你。什么？Mr. Abraham， 你投诉被 Jocelyn Quack 女士欺骗，对吗？是的。你怎么认识她？她曾经是我前同事的太太，大概在18个月前，她来找我。这是数额巨大的遗产，有几百万元。但是有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我那个亲戚他不是新加坡人，他住在海外。哦，对，那你还得办理这些行政文件和完成一些繁琐的手续。是的。你要律师吗？我给你推荐一位。哦，谢谢你 ，John。我已经找了律师 Matthew Chang。John， 这件事让我很难开口，但是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支付 Matthew 的律师费？贷款吗？
Matthew 说文书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办好，但是我一拿到那笔遗产，我保证会把钱还给你。我很明白。只是我在想，等到我继承了那一大笔的遗产，我就需要一位个人银行顾问来帮我全权负责我的投资组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停地向我借钱。他跟你借了多少钱呢？大约是24万7千元，属于律师费。一次过借的？不是，通过银行转账，大约40多次。你有没有见过他的律师 Matthew Chong， 以查证他继承遗产的事情呢？我没当面见过他。Jocelyn 建立聊天小组，Matthew 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他看起来很专业，非常值得信赖。Matthew 对这项延误有什么解释呢？他一直说，有这份文件要发送，有那张表格要填。哎呦，然后怎样了？大约6个月前 ，Jocelyn 被诊断患有脑癌和白血病，他无法承担化疗费用，于是我借他一些钱。多少钱？大约是9万1千元。那么总共数目就是33万8千元。请原谅我这样说，这可是一大笔数目，你借给了前同事的前妻，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很信任他，我以为他珍惜我们的友谊，而且他还帮我和家人申请到永久居民。怎么帮你？他代表我们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你看，那么为什么你怀疑 Jocelyn 欺骗你呢？这里，拿去吧。是20万块钱。我以为你没有钱了。这是我干妈的钱，我会跟她解释的。你的友情对我来说更重要。那么 Jocelyn 还了一部分贷款吗？没有，支票退回来了。还有另外的2张支票，其中1张是20万8千元，另一张3万元的支票也被退回来了。要追讨回我的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我已经到了不得不向心理医生寻求治疗的地步了。Mr. Abraham， 我需要所有关于 Jocelyn 的信息，以展开调查。好。Kelly， 查一下继承遗产聊天群组的人数，设法了解有关 Jocelyn Quack 和 Matthew 的信息，也希望你跟 ICA 核实永久居民的批准原则。好的。Carlis， 向银行查询有关 John Abraham 所做的交易和支票被退回的事，我们尽可能追查金钱的流向。好的。Miss Chang， 你怎么认识 Victoria Chen？ 我上网卖手术口罩，大约6个月前，我把一些卖给了 Victoria， 然后就开始发简讯。你们谈了一些什么呢？ Victoria 对我非常好，她很照顾我，她给了我一份工作，什么工作？担任她的私人助理。Victoria 来自有钱的家庭，在来佛士码头1号有家货运代理公司。之后怎样了？我成了他的好朋友 ，Victoria 会告诉我关于他自己、他的家人和朋友的事。他还有另一个朋友 Gina Quack，Victoria 想帮助 Gina， 就像他帮我一样。Victoria 说 ，Gina 的丈夫虐待她，拿走了她所有的钱跑了。现在
他的孩子做了好几次手术，他需要一笔贷款来帮助 Gina。Victoria 说，他还汇钱给菲律宾的女佣，帮他建新房子。他让我感到内疚，我没有像他那样帮助别人。那么你借给 Victoria 多少钱呢？大约17万8千元。我真的很相信他。是什么让你怀疑他欺骗你呢？他切断联系，他不跟你联系，我打电话发信息给他，每一次他都没回复。你还做别的事情吗？作为私人助理，我知道他的住家地址12号乌杰林岛，所以我去那里尝试找他。但是 Victoria 陈不住在那里。我去来佛士码头1号办公室找他家族的货运代理公司，但也没人知道 Victoria 陈这个人。我查遗产继承聊天群的电话号码 ，Jocelyn 的号码登记在他的名下。那么那个律师 Matthew Chong 呢？他的号码属于一个已经离境的外国人。我们在梳理法律服务管制局的记录，打电话给那些名字叫 Matthew Chong 的律师。到目前联系过的人当中，他们的客户没有 Jocelyn Quay。如果他不存在，我不会惊讶，因为 John 没见过 Matthew 本人。ICA 批准 John 申请永久居民的备忘录呢？是伪造的。事实上 ，ICA 说 John 并没有申请永久居民。Carlos， 银行方面呢 ？John 的故事得到证实。银行证实，他向 Jocelyn Quay 的银行账户转账了总共约33万8千元。Jocelyn 给 John 的空头支票呢？2张来自不存在的银行户头，第3张是从 Gina Quay 的银行户头发出的。Gina Quay， 他跟 Jocelyn Quay 有亲戚关系吗？你说 Gina Quay？ 是的 ，Gina Quay 梅花。今天早上我处理一起案子。当中出现这名字，一个受害者苏贞章把17万8千元转入 Gina Quay 的户头里。只是巧合，或者这2起案子有关联 ？Kelly， 查看 Gina 是否真的存在，是的话，他跟 Jocelyn 什么关系？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目前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嗨，Jocelyn，你为什么不回复？我做错了什么吗？你知道我关心你，对吗？请打电话给我，拜托。银行证实，苏贞章将17万8千元转入的户头属于 Gina Quay 梅花。这么说，这2起案件是有联系的。Susan 把钱存入不久，接着就被提取了。还有，另一起案件涉及 Gina Quay 的银行户头，只是受害人不知道他叫 Gina Quay。他用什么名字 ？Jocelyn Ang。Jocelyn 是参加我公司网上促销活动的一个客户。然后怎样了？活动结束后，他直接给我发信息，我们开始交流。他真的很理解我，让我感觉很特别。然后我们成了情侣。关于 Jocelyn， 你还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他的家里非常富有，从事很赚钱的货运代理业务。我想配得上他，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向朋友和我的家人借钱，投资他家族的公司。你投资了多少钱？大约10万3千元。我转账到这个银行户头，但是现在我联系不到 Jocelyn， 她不接电话或回复简讯。报案中没有关于 Jocelyn 的个人资料，你有她的全名或者地址吗？没有。有什么原因吗 ？Mr. Kong， 实际上
我们彼此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只是通过简讯和电话进行交流。Junior Quack 涉及所有3起案件，他会是主谋吗 Kelly， 你查到他什么资料吗？其实 Junior Quack 她是71岁的独居老妇人。Madam Quack， 你知道你的银行户头有大笔钱存入和被提出来吗？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去银行了。还有其他人知道你的银行户头和密码吗？我的侄女知道，她帮我支付账单的。他叫什么名字？ Jocelyn Quack。我是高级调查员卓如杰，来自东陵警署商业罪案调查组。你是 Jocelyn Quack？ 是的。请走出屋外。你涉嫌诈骗，我们要逮捕你。靠上。请转过身。你向 John Abraham 说，你将继承大笔遗产的事情。根本没有遗产这回事。那个聊天群组呢？你和那个律师 Matthew Chong？ 没有 Matthew 这个人。我拿到另一个电话号码，我假装扮成是 Matthew。你告诉 John 你得了脑癌，还有白血病。是的，我这么说。我向他撒谎。ICA 批准 John 的永久居民身份，那份伪造备忘录呢？你从哪里得到的？都是我伪造的。那么 Junior Quack 的支票呢？我的姑姑，我代表她签的。她让我用她的银行户头，她对这事一无所知。那么关于 John 转账给你的33万8千元呢？我骗了他那笔钱。原来是这样。Susan Zhang 以为他是你的助理，他转入 Junior Quack 户头的那笔17万8千元呢？我提出来了。Sean Kong 呢？他转入 Junior Quack 的10万3千元呢？我骗他说这是投资在我家的货运代理业务的款项。你的家族拥有这样的企业？不，都是谎言。那么，你骗来的钱在哪里？我用那些钱来还个人债务，现在全都花光了。在刚才的办理案件中，有10名受害人坠入被告设下的一系列骗局，损失超过88万元。被告并没有向受害人做出全额赔偿。东陵警署商业罪案调查组经广泛调查，并跟其他警察单位密切合作，在被告行骗更多人之前将他逮捕。诈骗罪行可被判处长达10年监禁和罚款。警方严厉看待任何涉嫌诈骗活动的违法者，并依法严惩犯罪分子。警方也吁请公众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以免上当受骗。2023年共有6859起假冒朋友电话诈骗案，案件比2022年增加了超过2倍。在2023年，这类诈骗案损失的总金额激增到2310万元，而2022年的损失金额是880万元。现在，假冒朋友的电话诈骗又有了新花招，他们甚至不会向你要钱。你真的是 Robert 吗？当然，我的手机不见了，现在用新的号码打给你。老朋友，你已经忘了我是谁了？我听说过假冒朋友电话骗局，所以我以为你是骗子。果登，如果我真的是骗子，我现在就会叫你马上把钱转给我，对吗？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对，这倒也是。我需要你的帮忙。有家新开的美味餐馆。TTR， 你能帮我预定今晚10个人的餐桌吗？
10个人？是我女儿的生日。干嘛你不自己预定？这是新手机，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帮个忙吧，我把链接发给你。上面说我要填写银行账号。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如果我没有出现，会收点费用，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到。好吧。慢着，我是反诈骗复仇者，我来保护你免受假冒朋友电话诈骗。不要听他说的，我真的是 Robin。骗子刚发送一个恶意链接给你，引导你进入钓鱼网站预订餐馆。一旦你输入银行户头资料，他就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你的户头转账。戈登，我只是想要为我的女儿的生日预订餐馆罢了。不相信我？问你的朋友一些他知道的事。Robert， 我小学时的绰号是什么？矮冬瓜。错了，你不是 Robert。感谢你反诈骗复仇者，让我避免受骗。没问题，但是要记住，如果我不在身边，你可以采取行动打击诈骗。是不是添加、查证、通报？哦，对了，你小学的绰号是什么？我跟你说，你保证不能告诉别人。小心假冒朋友电话诈骗的新花招。现在骗子可能会要求你预订餐馆，帮他们买东西，甚至帮忙追踪丢失的手机。多数情况下，还向你发送恶意链接，让你输入银行信息。正如反诈骗复仇者说的，你可以采取行动来预防诈骗，保护自己。这3个简单的字母 ACT 代表添加、查证、通报。A 代表添加 Scam Shield 保护你免受已知骗子的欺诈。为了保护你户头中的资金，应该添加一些安全功能，例如双重认证、交易限制和 Money Lock。Money Lock 可以保护你部分的银行存款，这些存款无法以数码方式转移，从而保护用户避免受骗。C 代表查证，除了手机上的新号码，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核实你朋友的真实身份，也能通过官方渠道查证是否有诈骗迹象。而最后 T 代表通报，告诉你朋友和家人关于假冒朋友电话骗局，告诉有关部门并向警方报案。如果你需要建议，也可以拨打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的反诈骗求助热线，或浏览该网站。请记住，我们共同携手打击诈骗案。这一集的神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郑元奇警监，请大家各尽本分，预防、遏制和侦测罪案。再会。